持续来关心在地缘政治，德国总理梅尔茨访中，他这一次握手北京，还是暗中筑墙呢？接下来整个欧洲国家是否跟着德国一起转向？今天会关心到，不管是法国、英国、加拿大会跟进吗？我们要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德国总理梅尔茨他的访中行26号的这一天抵达了北京故宫，并且他也特别写下了这些话。他说呢，一马当先，龙马精神，中德合作，他说要一起来带领。中德合作是中德合作的元年，并且他说接下来会带领数十名的高管也会前往科技重镇这边杭州来做参观。那么确实，中国大陆也给他的最高规格来接待德国的总理，当时他去杭州的时候，乘坐的这台车就是中国大陆的高规格的，它的品牌红旗了。先前包括了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跟英国首相施凯尔、乌拉圭总统等人访中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等于说中国大陆是以最高规格来做接待了。好，梅尔茨去了哪里呢？我们也来特别看到他去了这个宇树科技，这个只有成立仅10年左右的一个中国机器人的新创公司，那么包括了宇树自己的创办人王星星，他也在现场展示了 Ubot 的这个武术机器人的画面，特别请导播来 cue 一下，当中可以看到有加码的拳击、舞蹈、格斗表演。我们可以看到呢，画面上梅尔茨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还不断的帮这个机器人在鼓掌，然后他看得非常的惊讶。我可以看到他一直眼睛盯着这些机器人的画面，但是呢，比较讽刺的事情是，他是不是心里面也会暗中的紧张呢？我们要知道，德国它一直都是这个工业4.0的老大，那么机械等等的领域都是非常的强大的，包括西门子在这边也有一个它的本营。所以这一次梅尔茨他去特别看这个机器人，是不是他一边是拍手，一方面他自己也很紧张，是不是象征了一个权力的位移？特别是指在工业领域呢？因为我们来看到德国，它在这几年经济表现还有它的产业表现真的是不好的。2023年、2024年连着2年，德国的经济成长率都是负成长的，它是 G7唯一一个连跌的国家，一直到了2025年，经济成长率现在看起来也只有0.2%，而且2025年在工业领域的裁员人数更是超过了12万人。在2023年的时候，《经济学人》曾经形容过德国，他说他是欧洲的病夫，但是现在是不是可以说预言成真呢？当然，梅尔茨他也说了，跟中国合作他非常的开心，而这一趟成果他也觉得是有意义的，因为呢，德国拿下了来自于中国的120架来自于空中巴士的大订单。梅尔茨在故宫留言，他希望中德合作之年，并且又做了红旗15，又看了中国机器人的格斗等等，是在对中国释出善意，还是他在向北京低头？他会不会担心在技术上德国会不会跟不上中国？厉将军怎么看？我们先讲这个红旗15这辆汽车哈，你知道大国元首出访，原则上大部分都是真的是像中国、美国哈，还有俄罗斯这几个大国，他们都是自己坐的自己车子去哈。像美国元首这个出访的话，他有另外一架运输机，把他的不只是带他的汽车了，那辆野兽会带着去，除了带汽车之外，他连直升机都带去了，这是美国总统的规格哈。那我们看到去年在这个韩国举行 APEC 会议的时候，习近平坐的也是自己的红旗哈，他也是把红旗的坐车运过去，他没有在那边做这个韩国提供他的元首坐车礼宾车。然后其实俄罗斯也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个普京出访的时候，也都坐着他自己车。但是这种是一流的大国的元首出访的格局，但是第2等流的大部分都会接受当地所提供的车子。所以这次加拿大哈，包括加拿大总理、英国首相施凯尔，还有这次德国的这种梅尔兹来讲的话，那就他们中国提供给他们的礼宾车用红旗15，红旗15是2014年就已经做出来了。当然，他做出这车当做礼宾车来讲的话，代表是中国工业的一个水准，还有民族的自信，这是非常重要。就是我这个水准绝对不比你世界一流大国要来的差。
第二个，我们看到梅尔斯这次为什么去干语速这个机器人？当然，之前有一些酸民在这个春节晚会看过表演以后，他说那个都已经套招好了，是遥控的。可是我想这一次梅尔斯亲自现场在那边看，大概不可能是用作假，也不可能是用人1对1的遥控操作方式，是真的有这么一套的这种制造能力。大家要晓得未来的这种不管是就经济产业面来看，或商业层次面来看，或者是军事层次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机器人是绝对很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需要就战争来讲，已经从无人机进步到机器狗。那将来在人类的生产，包括到这个工厂的生产，甚至于说是物品的运输，这个我想说机器人都扮演很重要一个角色。所以这中国，我想说，继我们之前所讲的绿能之后，然后再来是电动车。那会不会中国现在已经掀起一步，已经在发展机器人的工业？那现在做机器人最好的大概就是2个国家了，中国跟美国这2方面。美国是马斯克他在做的他的机器人。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梅尔兹德国不好好赶上的话，它本来它的工业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强国。那如果说在这一步它落后以后就很难再赶得上。中美2国竞争已经这么激烈了，你德国这时候不赶快加入，我觉得极可能在世界的潮流之中就已经被淘汰。就像它的汽车一样，这个汽车工业去年在中国卖的就崩跌了66%。所以我觉得梅尔斯当他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为了在未来的机器人在世界上面的产业不要落后中美2国，所以这时候他赶快带了30个他的企业集团去参观语速机器人，那希望在这方面能够赶上中国跟美国。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梅尔茨已经看到了现在德国在工业领域里面稍稍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危机，所以这一次也希望跟中国大陆能扩大更多的合作。那接下来会不会也有一个象征性的代表说，接下来德国带头，那英国、加拿大等等的其他国家会不会跟进？另外，梅尔茨他嘴巴上还有暗讽中国，直接说啦，就说你中国大陆产能过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会不会他一边说合作，一边又暗捅中国一刀？苑老师又怎么解读？我觉得大家看国际政治的时候呢，只能从现象看本质。国际政治的话呢，现在现象都是各式各样的外交术语，其实讲起来的话呢，都是行礼如仪的话术，但是它的本质就是为了各国的利益。德国在跟中国的关系的话非常特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在整个8年多下来的这个对于中国反华的论述当中的话，德国是持续不断投资的，甚至于包含大众汽车的投资新疆，这是第一点，就是德国对于中国投资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德国本身在整个美国的西方盟邦里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大国大家要了解这个德国本身它所出现的一个产品就是20年前的时候只要一听到 Made in Germany 就是连指甲刀都是比较好的啦我们必须要强调认识，就是德国原来卖 Solinger 的剪刀，大家都会觉得说没有比任何国家的工业产品可以跟德国比，连我们自己用的原子笔基本上也都是觉得德国的特别好。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德国出口到全世界，大家都抢着买那跟今天中国来讲，你做生意的话呢就没有产能过剩。然后第3个部分，我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欧洲国家到中国去络绎不绝，是做给美国看的啦。你心里要明白，有告诉你，就是说你原来跟着你没有用的话，现在我们打算换。如果你愿意把中国拉成丐帮帮主，还是一样丐帮帮主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好好合作。否则的话，我们就要转向了。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嘛。好，那将军又怎么看呢？我认为这个德国总理梅尔茨到中国大陆访问，我认为他做了3个战略调整，是为了3个。第一个，他是为了杠杆战略。杠杆战略以前都单边压美国。你单边压美国，现在美国跟你对等关税你怎么办？他现在想说，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是中国大陆，那第2大陆我现在抓2边，我做一个杠杆要平衡，我不要只是个两边，在美国这个地方一国堵住的话，我就走不通了。现在不会，美国这边有问题了，我中国大陆可以做替代。他这个杠杆平衡的贸易平衡、商业平衡、这个科技平衡技术平衡、分工平衡，这个就是杠杆战略。杠杆战略很重要，不能走单边，走单边。你往往会被人家掐了脖子。那第2个呢？梅尔斯所想的是什么呢？他希望市场的需求，因为在去年2025年这个中国大陆跟德国之间的贸易我们知道那个德国的第1大的这个经济的对象贸易对象就是中国大陆，但是
它对中国大陆是贸易赤字850亿欧元，是1欧元啊，就是1.18美元。你这个853亿欧元的贸易逆差，你换算成美元的话，就变成1053亿的美元。你都透支了，你知道中国大陆买的多了，我现在希望中国大陆10亿人口的市场多买一点德国的产品，是这样，这为什么就平衡了嘛？第三个，我认为啊，梅尔斯是希望啊，中国大陆跟那个德国之间是由纵向分工变成这个我们讲的横向分工。为什么？电动车中国大陆厉害，新能源车的话已经发展但汽油车我来，我们两个大家一起来赚钱，我们不要重叠，一重叠通通变成白菜价。德国就活不下去了。理论上我们有横向分工啊。